孩像不像早上不想起床的你？甚至为了关掉闹钟，居然拿出手枪。当男孩再次睡着的时候，闹钟再次响起，就连手机的闹钟也响了起来。音响也开始播放劲爆的音乐，各种噪音掺在一起，男孩直接把头蒙进了被子。可噪音实在太吵，实在忍不住，男孩猛地掀起被子，然后仅仅只用1秒钟的时间就关闭了所有闹钟，再次回到了床上。可还没有睡2分钟，再次被闹钟吵醒。关掉闹钟之后，就开始洗漱刷牙。他这个姿势你是不是很眼熟？可以评论区讨论下。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站着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厕所的闹钟响起，这才把他叫醒。洗漱完毕之后，开始吃早餐。由于今天送奶的人没有把奶送到指定位置，没打开的时候，牛奶滚到了一边。由于还没有来得及穿鞋，没办法，男孩只能趴在门上，然后去抓牛奶，再用脚撑一下墙。就这样，男孩脚不着地，成功拿到了牛奶。回到屋内，他开始烤面包片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又睡着了。直到厨房的闹钟响起，他才拿着牛奶面包坐在沙发上，然后打开电视准备看看新闻。结果再次打着哈欠，早饭也没吃，又一次打起了瞌睡。就在他要睡着的时候，突然睁开双眼，原来他想到客厅里的闹钟马上就要响了。下一秒，男孩爬起来，赶紧关上了闹钟。可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闹钟再次响起，男孩气得直接把电池抠了出来。当他回到卧室准备换衣服的时候，居然又有闹钟响了起来，气得直接扔了出来。男孩终于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，可来到电梯的时候，他居然又开始打瞌睡。就在这时，闹钟再次响起，他四处查看，却根本没有发现闹钟的踪迹。就在这时，他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头发像闹钟一样抖动，声音也是从头上传来的。下一秒，男孩突然从床上起来，原来刚刚发生的都是他的梦，他一直都没有起床。不知道这么真实的梦你有没有经历过？这是我见过最专业的死神，无论你想体验什么样的死法都会满足你。就在刚刚，这个老人想上吊自杀，结果刚把头套进去，死神就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告诉老人，这种自杀方式实在太没意思了。死神表示可以带老人体验更刺激的死法，也不等老人同意，直接挥动死神镰刀，带着老人开始自杀之旅。他们来到了金门大桥，这里高200多米，只要跳下去，不仅可以死得很彻底，而且还很刺激。可老人却说自己恐高。听到这里，死神二话没说，带着老人来到了更高的埃菲尔铁塔。死神说，我这么照顾你，你感动不感动？可恐高的老人却表示自己真的不感动。死神只能亲自动手，直接把老人扔了下去。结果在落地的瞬间，他们来到了寒冷的南极，这里零下几百度，老人瞬间被冻成了冰棍儿。可死神还没有玩够，于是带着老人来到下一个地方，开始体验各种死法。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死神，会不会给他5星好评呢？在体验了几十种死法之后，老人被扔在了铁轨上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火车急速驶来，看到马上被撞死，老人十分害怕。这时死神问他还想不想死。下一秒，他们又回到了老人家里，而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死神制造的幻觉。 No, I want to live. 此时老人也想明白了，外面世界那么大，他想去看看。看到老人重获新生，死神也很欣慰。如果你现在也处于人生低谷，一定不要放弃希望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死神要收割女孩的灵魂，可女孩并不害怕，还给了她一个拥抱。就在这天，死神准备收割女孩的灵魂，结果镰刀却坏了。女孩转身发现了死神，她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了。女孩对死神充满好奇，问他是谁，为什么拿着一个破镰刀。死神没有说话，而是准备修一下镰刀。可就在这时，女孩碰了一下镰刀，结果下一秒，死神镰刀化为灰烬。原来凡人不可以触碰死神镰刀。死神很生气，没有了镰刀，就再也不是死神了。于是转身离开，准备去找新的镰刀。女孩内心很愧疚，她告诉死神，有一个地方能找到新的镰刀。就这样，为了找到镰刀，死神跟着女孩一路前行。女孩很高兴，现在终于有人陪她聊天了。虽然女孩不停地说话，可死神却一言不发。不过看着小女孩活泼可爱的样子，死神冰冷的内心似乎有了一丝温暖。终于，他们找到了废弃的神庙，里面的神像拿着的正是死神镰刀。死神走上前，把手放在了镰刀上。下一秒，神像居然松开手指，死神成功拿到了镰刀。就在这时，上面的尘土消散，变成了一把崭新的镰刀。死神举起镰刀，准备再次收割女孩的灵魂，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女孩说自己是一个孤儿，她并不想回孤儿院，因为在那里她经常被别人欺负。Est-ce que je peux venir avec toi? 可死神拒绝了她，不能带她离开。女孩很失望，不过在临走的时候却抱了一下死神。死神的眼里也充满了不舍。On se reverra? 可就在这时，一辆马车飞奔驶过，紧接着女孩的惨叫声传来。就这样，死神再次见到了女孩，只不过这一次，女孩已经变成了亡魂。
死神看着有些心疼，他牵起了女孩的手。这一刻，女孩第一次感到幸福，她再也不会孤独了。奶奶的死期到了，白无常要来索命。他拿出一个沙漏，沙子镂空，就是奶奶死的时候。奶奶吓坏了，她祈求死神再给她15分钟的时间。可阎王叫你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？就在这时，奶奶打了个喷嚏，直接吹飞了白无常。趁此机会，奶奶撒腿就跑，白无常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眼看前面无路可走，奶奶顺着管道往下滑，白无常也跟着模仿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是奶奶故意引他来的。下一秒，白无常落在了水阀上，鸡蛋都被撞碎了。白无常再次追上来的时候，奶奶已经跑到了3楼。看到白无常发现了他，奶奶赶紧躲进了一间房间。可打开灯一看，一个大爷正准备自杀，场面十分尴尬。为了不打扰大爷，奶奶关上灯，直接从窗户离开。可是下一秒，灯再次被打开，连续被打扰自杀，大爷气坏了，对着白无常就破口大骂，紧接着一脚把他踢了出去。此时奶奶跑进了一家理发店，白无常也追了过来。可白无常哪里知道，有的理发店可不仅仅只做理发的生意。白无常想抓走奶奶，结果却被老板娘一把拉在了床上。紧接着他拿出小皮鞭，白无常被抽的血都溅了出来。趁此机会，奶奶赶紧跑回了家。墙上的钟表还差5分钟就到12点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白无常再次追来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脸上都是红唇。白无常想带走奶奶，可却被奶奶强迫着跳了个舞，而这一跳就跳了5分钟，计算时间的沙漏也被卡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奶奶也不跳舞了，赶紧飞奔过去开门。外面居然是一个快递小哥，奶奶等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等这个快递。只见奶奶高兴地打开快递，从里面拿出一副假牙，戴上之后，奶奶对着镜子美美地摆着各种姿势。原来奶奶特别喜欢笑，可没有牙齿，笑起来就不好看。奶奶拿过白无常手里的沙漏，放在床头，然后脱下围裙和鞋子，躺在床上之后，轻轻摇了摇沙漏，最后的一点沙子终于漏了下去。奶奶长舒了一口气，现在终于可以完美的说再见了。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15分钟，你会做什么呢？男人一觉醒来变成了巧克力人，来到大街上，一旁的美女瞬间被他的气味吸引，而他只是随便从身上弄点巧克力放到小姐姐的冰激凌上，就成功收获了2个小迷妹。自从变成了巧克力人，女友再也不问他要礼物了，只要吃东西的时候在他的身上蘸一下就能得到满足。不过这也成了他的烦恼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小姐姐吃掉半个脑袋。看他的样子好像挺享受的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巧克力？喜欢的扣1，不喜欢的扣2。反正我是挺喜欢的。看到小姐姐因为失恋而独自流泪，他直接掰下一个耳朵递了过去，尝到了甜头，小姐姐直接成为了他的女朋友。晚上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也不吃爆米花，直接把男友的手放到嘴里。第二天看到女友去健身房健身，他怕女友热量跟不上，直接来到健身房取下一块腹肌递给了女友。要知道女人是抵挡不住巧克力的，这也导致他每次从健身房路过都把一群小姐姐馋哭了，甚至有的小姐姐装病住进医院只为见他一面，然后蹭点巧克力吃。可每次坐公交的时候都会受到美女的偷袭，所以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到了晚上，只要他不做饭，女朋友就绝食，而他只要随便切几根手指，就让女友心满意足。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想不想成为巧克力人？如果你的玩具熊丢了，会去找他吗？这天清晨，一只玩具小熊猫在地上醒来，它被主人遗弃了。看了看四周，它想找到那个朝夕相处的身影，可找了半天依然没有发现。此时的小熊猫看着陌生的环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就在这时，它一抬头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于是赶忙追了过去。可当小女孩回头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并不是自己的主人。小熊猫十分难过，它不相信主人不要它了。看着陌生的环境，它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主人。来到地铁，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它，表示想带它回家，可小熊猫并不愿意。在我们的眼里，玩具可能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可在他的心里，自己的主人就是他的全世界。为了找到回家的路，他孤身一人穿过幽深的森林，即使遇到寒冷的大雪，也没有停止脚步。就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一只大手伸了过来。就这样，小熊猫遇到了各种善良的人来帮助他寻找主人。如果这是你的小熊猫，你会去找他吗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他加加油，点点小红心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小熊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地方，可依旧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熊猫的心情越来越低落。这天晚上，他看着里面吃饭的小女孩，再次失望地走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音乐响起，原来是他的 GPS 定位器。一个男人走下车，把它捡了起来。原来小熊猫并没有被主人遗弃，在它丢失的这段时间，主人也一直在寻找它。
这个狼人娶了一个人类当老婆，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中秋节。原来他平时是人类的模样，但是在中秋月圆之夜就会变身成狼人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岳父岳母找女儿过中秋，正好看到女婿月圆变身。看到这一幕，老两口吓得撒腿就要跑，可刚到门口就被女儿拉住。经过一番解释，老两口这才知道，原来女婿居然是个狼人。你好。老两口虽然很害怕，但想到女儿已经嫁给了他，没办法，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发现狼人女婿还是挺可爱的，就是体型有点大。虽然老婆没有说什么，但是狼人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心生愧意，于是想帮老婆多干点活，结果在拿盘子的时候再一次搞砸了，这让狼人更加愧疚。为了讨好老婆和岳父岳母，狼人想表演节目给他们看，结果被隔壁的邻居误会，拿起电话就报了警。就在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时，警察破门而入，不许动！经过一番解释，警察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可是他的外表太霸气，差点再次引起了误会。此时的狼人很委屈，只是因为和别人不一样，搞砸了这一次的中秋。看着老婆和岳母收拾残局，狼人心里很难受，甚至开始讨厌自己狼人的身份。岳父好像看到女婿心情不好，想安慰安慰他，结果就这样，中秋节成了狼人的噩梦。但是老婆并没有怪他，而是把家重新装修了一下，还换了适合狼人的家具，就连厨房的门也是根据他的体型设计的。这也让狼人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麻烦，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狼人接到了狼妈的电话。喂，妈。儿子，今年中秋带媳妇回来过吗？此时的狼人已经能想象到带着妻子回家时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妻子坐在石头沙发上，一个超大号的蜘蛛爬在了他身上，吓得妻子上蹦下跳。吃饭的时候也是只有生肉，妻子根本无法下咽。刷碗的时候也是蹲在地上，在水槽里刷，这也让妻子腰酸背痛。最可怕的是睡觉的时候直接睡在没有床的山洞里，妻子被冻得直打哆嗦。想到这一切的发生，狼人不想回去过中秋了。如果不去的话，如果他不去，狼妈肯定会看着狼人小时候的照片，在那里伤心流泪。看着满心欢喜的妻子，狼人还是带着他回了家。狼妈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他们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，开心地让她坐下。这与狼人的想象完全不一样，妻子坐在沙发上，好像很享受的样子，而且沙发居然还是电动的。就在这时，妻子被大蜘蛛吓了一跳，狼妈马上安慰她，让她不要害怕。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块月饼，没想到狼妈还挺贴心的。妻子吃了一口，觉得味道还不错。吃饭的时候也和狼人想的不一样，牛排是全熟的，妻子吃的十分开心。这顿饭一家人吃的都很开心。洗碗的时候，妻子抢着去，可看着地上的水槽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狼妈按下了按钮，打开了全自动设备，这也让妻子惊讶的不得了。没想到在这里居然也用上了高科技，可是没想到居然还有声控设备。把碗放进去后，妻子也学着狼妈吼了一嗓子。到了睡觉的时间，两人正在发愁睡在哪里的时候，狼爸按下了开关，一个全自动的床直接弹了出来，两人开心的躺在了床上。狼爸又按了一个开关，山洞的天窗直接打开，没想到睡觉的时候还能在床上欣赏月亮。没过多久，妻子就睡着了。狼人非常感动，他和狼爸聊了好多，觉得父母为了他们回家花了不少心思。这地方两个人住，它就是个洞，你们回来了，它才像个家。这个男孩唯一的一双鞋坏了，可即使这样，他也舍不得扔掉，而是缓缓地走到一个角落，看看能不能把鞋修好。可修了半天，还是无济于事。男孩生气地把鞋一甩，可还是舍不得把鞋扔掉。就在这时，一双崭新的皮鞋出现在他面前。男孩心里想着，如果拥有这样一双鞋，穿上肯定舒服。他渴望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双皮鞋。他很羡慕那双鞋的主人，可由于家里太穷，男孩也只能羡慕。看到鞋的主人在精心的擦拭，十分爱惜。男孩幻想着，如果自己也有一双新鞋，肯定比他还爱惜。就在这时，火车进站了。那个穿着新鞋的男孩在父母的催促下准备上车，可由于人太多，鞋子被挤掉了一只。男孩准备捡起来，可就在这时，火车开始启动。而在角落里的男孩赶紧跑过来，捡起了这只新鞋。看着面前鲜艳的皮鞋，男孩好像在想着什么。最终，男孩看向火车驶动的方向，直接跑了过去。他要把这只皮鞋还给他的主人。鞋的主人伸手去接，可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男孩即使拼尽全力也追不上。可男孩依旧奔跑，想把鞋子还给他的主人。最终，男孩实在跑不动了，他用尽全力把鞋子扔了过去，结果却砸在了车厢上。看着掉在地上的皮鞋，他的主人很失落，男孩也气得跺了下脚。可就在这时，皮鞋的主人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他把另一只鞋脱了下来，然后用力地扔向男孩。看到男孩小心翼翼地捡起皮鞋，他微笑着向男孩挥手告别。
他们的举动不仅温暖了对方，还温暖了我们。他是王者峡谷的顶级杀手，无论目标是谁，从未失手。他叫蓝，接到曹操的命令，要杀一个叫蔡文姬的小女孩。虽然船上有众多的士兵保护，可蓝没有畏惧，直接使用了2技能断空。仅仅只是一招就解决掉了这些士兵。为了阻止他，剩下的守卫集合在一起，而蓝则使出了1技能破浪，化身鲨鱼直接冲了过去。而此时的蔡文姬则是被守卫送进逃生通道，从那里传送到了海上。一路杀过来的蓝则是来迟一步。就在这时，受伤的守卫直接扔出了煤油灯，点燃了船上的火药。下一秒，爆炸声响起，蓝也被炸成了重伤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给他疗伤的居然是那个小女孩。为了救她，蔡文姬晕倒在地。看到任务目标就在眼前，蓝举起武器准备杀死她。可是看着面前这个呆萌善良的小女孩，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蓝起身查看四周，发现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。到了晚上，蓝在烤鱼的时候，小女孩就在不远处偷看。被发现后，蓝直接把烤鱼扔了过去。从此之后，无论蓝去哪里，小女孩都跟在身后。为了和蓝成为朋友，小女孩每天都给她送花。下雨的时候，小女孩就用荷叶给她打伞。为了抓鱼给蓝吃，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。不知道这样的蔡文姬你们喜欢吗？喜欢的扣1，不喜欢的扣2。慢慢的，这个没有感情的杀手被呆萌善良的小女孩所感化。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就在这天，曹操的大军找了过来，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房子。司马懿发现了小女孩，然后直接冲了过去。小女孩见状转身逃跑，危急时刻，一条巨鲨迎面冲了过来，原来是蓝。下一秒，他挡住了司马懿的攻击，救下了小女孩。而惊慌失措的小女孩爬起来继续逃跑。此时，曹操派手下去追杀小女孩，蓝用尽全力击退司马懿，然后转身去阻止这些士兵。可是最终，小女孩还是被曹操拦住，他一把抓起女孩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然后举起武器就要杀掉她。危急时刻，蓝把武器扔了过去，释放了终极技能处决。这个用来杀人的技能，这一次居然用来守护。蓝用身体挡住了曹操的金刚剑。当剑被拔出来之后，蓝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救走了小女孩。紧接着，他化身鲨鱼跳进了海里。最后，他带着小女孩来到一艘没人的船上，这才摆脱了追杀。逃出之后，小女孩给蓝疗伤，可是伤势太重，无论释放多少法术都无济于事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蔡文姬加加油，点点小红心，让她有更多的力量去救她的男朋友。我是云上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这个流浪汉是幸运之子，前一秒还穷困潦倒，连一双鞋都没有，下一秒就变得西装革履，坐拥美女豪车。就在刚刚，这个流浪汉因为没有鞋穿，只能光脚走在地上。而另一边，一个高富帅西装革履，戴着墨镜，开着豪车，准备去和女友约会。就在这时，流浪汉发现电线上有一双鞋挂在上面，于是走了过去，结果下一秒差点被车撞到。面对高富帅的破口大骂，流浪汉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地走开。高富帅也开车扬长而去。流浪汉打开一个垃圾箱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别人扔掉的鞋，可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一只女士高跟鞋。没办法，扔掉鞋子之后，他继续前行。可还没有走几步，一声惨叫传来。流浪汉坐下一看，原来踩到了一块玻璃。可就在他把玻璃拔出来的时候，一只皮鞋从天而降。看到天上掉馅饼，流浪汉赶紧把鞋捡了起来。仔细一看，还是一双高档皮鞋。原来是刚才的高富帅和女友在楼上吵架。流浪汉把鞋和脚比划了一下，发现尺码刚刚好。而就在下一秒，吵架的女人把另一只鞋也扔了下来。流浪汉赶紧捡起鞋穿在了脚上。此时楼上的吵架还在继续。就在流浪汉站起身试试鞋的舒服不舒服的时候，楼上的女人居然把男友的衣服全部扔了下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流浪汉懵了。趁着楼上还在吵架，他捡起这些衣服开始穿在身上。万万没想到，衣服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。此时楼上的吵架也开始升级，男人给了女人一巴掌，女人懵了，没想到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居然打了自己。他生气的拿起车钥匙和包，直接下楼离开。穿上西装的流浪汉居然变成了型男，用水洗了把脸之后，更是有种贝克汉姆的感觉。这该死的魅力！果然，我与帅哥的差距就是一套西装的距离。刚到楼下的女人被流浪汉所吸引，就问他会不会开车。流浪汉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接过车钥匙之后，流浪汉穿着高富帅的衣服，开着他的车，带着他的女友潇洒离开，只留下风中凌乱的高富帅。你绝对想象不到，这只鲨鱼居然教小男孩中国功夫。原来在1个月之前，一只大狗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小男孩躲在女孩身后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小男孩一不小心直接掉进了海里。就在这时，一只鲨鱼游了过来，直接把小男孩救了上来。虽然获救了，可心仪的小女孩却觉得他是个胆小鬼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无论小男孩怎么呼喊，小女孩都没有回头，这让小男孩十分伤心。可就在这时，椰子变成了2半，原来是这只鲨鱼用内力劈开的。他告诉小男孩，只要学会功夫，能把椰子劈开，就能去找大狗报仇了。
男孩决定要拜鲨鱼为师，跟他学习中国功夫。就这样，小男孩开始练功，每天对着椰子用手劈几千下，然后跟着鲨鱼练习蛙跳，甚至把水桶装满，练习自己的臂力。无论刮风下雨，小男孩每天都在坚持用手劈椰子，即使把手劈到流血，也没有放弃。就在他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到了心仪女孩的模样，然后再次充满力量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小男孩每天都坚持训练。不知道你们想和鲨鱼学功夫吗？想学的扣1，不想学的扣2。反正我是挺想学的。就在这天，小男孩一掌就劈开了椰子，看到自己练成了功夫，小男孩十分高兴。好巧不巧，大狗再次堵住了他们俩。可这一次，小男孩已经学会了鲨鱼的功夫。只见他双手化掌，直接劈了下去。万万没想到，小男孩最终没有伤害大狗，而是以德报怨，和他成为了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女孩也喜欢上了他。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，他从没有吃过冰激凌，只要拿到手就会直接融化。原来他从出生就异于常人，妹妹经常取笑他，每次都把他气得火冒三丈。小山每次着火，妈妈都赶紧拿着灭火器去灭火。父母带他看了很多医生，可根本检查不出问题。可他天生就是浑身发热，父母想抱他一下，都要戴上绝热手套。如果不小心亲了一下，就会被烫得满嘴都是泡。而小山玩风车的时候，每次都会把它变成火车，家里的玩具也是被他全部烧坏，甚至父亲的报纸、母亲的衣服都是经常被他烧坏。因为他的事情，母亲每天都是以泪洗面。邻居则认为他家的小山就是红孩儿转世，而卖冰激凌的大叔则建议让小山多吃点冰激凌去火。结果刚拿过来，冰激凌直接化了。没办法，每年夏天的时候，小山都无法吃到冰激凌，这让他很难过。就连小朋友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，认为他是一个怪物。父亲怕儿子出意外，于是在家里放着各种灭火器，而给小山洗澡的时候，然后用灭火泡沫涂满他的全身，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就去偷喝他的饮料。结果看到别人放烟花，他就助人为乐，趁着妹妹睡着还帮她烫了个大波浪。就这样10几年过去了，小山也变成了大山，他的火力也变得更加强大，家人每天都要用冰块来给他降温，这让父母十分苦恼，于是找来了各路神仙来给儿子驱魔除妖。可无论是什么神仙都不能解决大山的问题。就在这天，宝儿对大山一见钟情，他的父母也很满意大山，于是双方父母见面，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。可大山的父亲却把大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告诉了亲家，可亲家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反而笑着说是不是你家没装空调，于是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空调。此时的大山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凉爽。这时宝儿拿出了一盘冰激凌来招待大家，可神奇的是，大山接过冰激凌，这次居然没有化，这可把大山高兴坏了，妹妹也是直接蒙圈。就在全家人惊讶的目光中，大山咬了一口，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。从此之后，两人开着空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